今天早上起来特别想要来吃煎堆，所以呢，打算早餐又来做一个煎堆。煎堆的操作还是挺方便的。这边是1/4杯的糖，半杯的水，1杯的糯米粉。这边还有多一些1/4杯的糯米粉，水倒到锅里面，把糖呢也倒进来，要把它们拿去烧开。水烧开以后，离火，把这1杯的糯米粉放在一个大盆里。煮开的水，糖水倒进来，我们把它弄成像这样子，感觉好像会拉丝一样就好了。接着我们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加入刚刚预备好的1/4杯的糯米粉，现在可以上手揉搓。然后持续再加糯米粉，这边的糯米团呢，我已经把它揉搓好了。那我还剩一点这个糯米粉，因为每一个糯米粉它的吸水性有所不同。那最后这1/4杯的糯米粉，它的作用就是慢慢的少一点少一点加进来，少一点加进来之后，最后揉搓成一个非常柔软一个糯米团。就可以了，不要把它揉过硬，过硬的话，等一下它就炸的时候会裂开。现在呢，先要把它放在这里醒面30分钟。Hello， 这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，面团已经醒好了。接着下来呢，我把它搓成长条，把它切一半，先把这一半搓成长条，大概像这个长度。那这次我做的没有馅料，所以呢这么长就刚好。把它再切一半，然后切3等份。先把它每一个搓圆，预备了一点的糯米粉，稍微加点水，把它搅开，搅成细一点的糊。这边有一些芝麻，接着下来我又把这个搓圆的放到里面去滚一滚，然后再放到芝麻碗里面，给它甩一甩，拿出来，稍微用点力把它按压搓，这样子芝麻呢才会浮在这个糯米团的上面。接着下来把其他的也同样做同样的操作。按这个分量呢，可以做出12个这个煎堆糯米团。那我现在呢，会把这6个呢去炸，炸完以后呢，我们还有6个，有6个的话呢，我会把3个冷冻起来。我们试试看，如果我们把这个糯米团把它冷冻起来，然后之后再拿出来炸，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？不管是它的口感，或者它的形状，或者是它的味道。那另外3个呢，我会把它冷藏。就是放在冰箱里面4、5个小时，看看它下午炸的时候又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。我想打算做这样的试验看看，这样子我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多做一点，然后可以把它保存起来，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炸就好。那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拿去炸，这边的油温是5、6成热，拿了一些芝麻下去试试看，它会有一些小泡泡出来，那代表它可以了。先把这些芝麻捞起来，把糯米团放下去。糯米团刚刚放下去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沾锅底，所以我需要拿一个小陶羹，给它稍微拨弄一下。接着就是开中火，让它中火炸。现在是炸了2分钟以后，它逐渐开始浮起来了。接着需要拿一个漏斗，把它往下压。往下压的动作就是为了让它1受热均匀，2呢，通过这样子不断的压呢，它那个球会越来越圆。从这个糯米团下锅到现在已经过了8分钟，全程都是中火炸，稍微再给它炸2分钟。好，最后1分钟我开大火，然后滚它。
炸到这种金黄色就可以把它捞出，滴干油。全程炸了10分钟。这个糯米团好了，它长大了好多。那这个是它未炸之前，这边是炸完之后的，明显看到它有膨胀了不少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吃吃看它的口感。哇，你能听到那个沙沙的声音吗？里面非常的软弱，然后外面是非常的脆，而且一点都不粘牙。用中火炸呢，它外面是很脆的，但你能看到它里面还有一些像那个麻薯那个感觉，这样子呢吃进去又脆又糯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状态。然后这个糖分呢不能再减了哦，因为我已经按照我们家那个情况把糖分减了，再往下减的话呢，它炸的过程会容易开裂。好好吃，这个我停不下来吧，我觉得。这边是我们刚刚放在冰箱下面冷藏的，现在我直接把它放进去，油温还是一样，中火的油温啊。刚开始的时候会沉底，所以要给它稍微摇晃一下。这个状态是炸了5分钟以后的状态。那现在我们还是持续的继续炸它。我会考虑到的是，因为它从冰箱拿出来，它并不像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在室温嘛，所以呢，我火呢还会偏小一点，比中火还要小一点的中小火。那炸的时间我会用在12分钟。接下来我要把从冷冻那里拿出来的有3颗，开小火，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同样翻动一下，让它不要粘锅底。这边我全程用中小火炸的，它现在呢已经炸了8分钟。这是从冷冻库里面拿出来的。这边我们有4颗是在冷藏的，然后这3颗是冷冻的。我们现在第一步先把它掰开看看，它的脆度跟早上做的那个一样。表皮很脆，中间还是软软的。我们再来试一看这一个，这个是冷冻的，也是同样的脆脆的，外皮里面是糯糯的。现在先试一下口感，看有没有差。就跟早上做的没有太大的不同，我是从冷冻里面拿出来1个小时，那1个小时以后直接拿去炸，多做一点把它冻起来，想炸的时候拿下来炸就好了。